我叫宋诗云，万万没想到投胎后的人生这么刺激，有搏斗，有枪一阵，还有豪车别墅。接下来就跟随我的视角来吧。恭喜太太是个漂亮千金。快，我瞧瞧。投胎成功了，这新妈长得真不赖，温柔漂亮。嘿，娘的小乖乖。太太，老爷在外面等得焦心，让鲍小姐出去给长辈们瞧瞧。去吧。好困，这药水味道不对。拿着，二太太交代的，别忘了。八哥，就放这诊所门口吧。不行，二太太交代要放远点。这人长得也太凶了，不对，我这是在哪儿？怎么这时候醒了？大小姐，我们只是照吩咐办事，要祭就祭二太太，快走，巡夜的人进了。没气了，短命鬼！兄台，害你的人多，我就当收丧葬费了。姑娘，在下还没咽气，这财你怕是发不成了。妈呀，诈尸了！命挺硬啊，万金难求的保命药，便宜你了。老头子，救人！臭丫头，大白天嚷嚷什么？扰人清梦。那是你半夜不睡出去当野猫，快点，这人中枪快断气了。慢着慢着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老夫来。云丫头，之前说让你找个人嫁了，考虑的如何？没想法，不嫁。我陪不了你一辈子。世道乱，女子终归要有个依靠。老头子糊涂了，没给你盖毯子，枪伤重，每天得换药，你就将就吧。你一个姑娘家，不知羞吗？长得又没多好看，遮什么遮？你，老头子想什么呢？你男人伤得重，1年内都不能动武。老头儿，别毁我清白，他什么时候称我男人了？你把他扛回来，还看了人家身子，你得负责。照你这么说，子丹是你娶的，你更该嫁他。胡闹，那是为你选的夫婿。我看那小子长得俊，底子好，定是个富家少爷。老头儿，你有事瞒着我，你急着把我推给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，是想甩开我自个儿跑路？胡说，我是为你好。晚上不做红烧肉了，地窖空了，要吃自己买。臭丫头，你没给我留买肉的大洋。老头子行迹诡异，身份绝不简单，这平静日子怕是到头了。你怎么了？快，请你师傅来。他疯出去了，有事直说。解手，大还是小？小。自己解决，我在外面。死老头，绝对是故意的。杀了我吧。不喝这种糊糊。不喝？你是想赖在这儿养老？你用的全是名贵消炎药，欠的诊费你那几张本票根本不够。你这丫头怎么满眼全是钱？不认钱认你吗？喝。
云丫头做爆炒肥肠。小子，我家丫头手艺好，医术高，救命之恩，你打算怎么报？定当重金酬谢，权势富贵不在话下。虚的，你就以身相许吧。什么？怎么，嫌我家丫头不够美？剥蒜，再乱说，下一颗塞你嘴里！想要命，就从剥蒜开始学做新好男人。我不……我考虑。这就对了，记住，他叫宋诗云，你的命是他的，以后只能对他一个人好。这哪是救命恩人，这分明是以我土匪。小子，签了他，你的身份证明和那块纯铜怀表都在老夫手里。老先生，这比土匪绑靠还荒唐。最好你真叫顾云生，否则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这是什么？顾云生，宋诗云？你师父拿回来的，在市政厅背过当了。死老头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说走就走，你就这么嫌弃我？不对，军阀的人还有这种杀手标志。你是为了不连累我，才自己去引开他们吗？臭老头，这欠你的，我得收回来。走，谢谢云姑娘。不想死就快点恢复，这里不安静了。我知道，老先生走了，你还好吗？当然好，老头子不是把我卖给你了吗？你想两清，我想借势，这结婚证既然成了，你就是我手里唯一的资源。你不仅贪财，还很清醒。不清醒的人，可活不到嫁你的份上。合作愉快，顾云生。收拾东西，明天走。去哪儿？京海市，嫁鸡随鸡，嫁给你了，不跟你走，跟谁走？我们不是真夫妻。你想做真的也不是不可以，正好生个孩子给我养老。至于你，随时可以扔了。谢谢，还是你周到。想多了，那是为我自己铺的，怕你死在路上赖账。云姑娘，照这速度，入冬都到不了青海市。哦，看来你的枪伤好了。还没。坐稳。哎呦，宋诗云，你能不能打个招呼？今晚你睡车里，我睡屋里。哪有让姑娘家睡破屋的？我睡屋里。嫌我负担不够重？你要是冻发烧了，我还得浪费消炎药。滚去车上。好。玄爷，这里有人了，小的这就去把他们赶出来。不必，将就一晚，莫要生事。是他怎么会亲自追到这里？就在这儿躲会儿雨吧。玄爷，你说那东西到底被什么人偷走？肯定与沈家灭门案有关，都怪那个蠢货，10多年前的把柄竟然还留着。闭嘴！留神隔墙有耳。原来是冲这个来的。当年沈家血案，难道真与大少帅有关？这帮人不简单，还好跟臭老头学了点易容的手段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泉爷，那边好像有动静。你们别动，我去看看。
你个没良心的！昨晚下那么大雨，都不知道给我添床被子。你想活命就别乱说话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明知道我腿脚不便，还净想好事儿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！少见多怪。真晦气，相貌如此丑陋，怎么会有男人要？少说两句，上车。哎呦，那5个人怎么像赶着投胎啊？人家那是为了避免看到你影响心情。切，不懂欣赏。喂，赶紧把包袱里的那身衣服换上，看着路线，保不齐还能碰上他们。身上黏糊糊的，走，去这家店住下，洗个热水澡。云姑娘，你这样不怕吓到人家吗？说的也是，那我就蒙个面吧。晦气！二位是用餐还是住店？住店，上房一间。餐食送到房间来。也好，这大堂的空气不好。你不是想洗热水澡吗？今晚可以好好泡一下了。经理，我们要2楼左手第1间套房。哟，熟客啊，那是带独立卫浴的西洋套房，就是费用。就这间了，带路。怎么？没有口？不吃拉倒。这是哪儿？我的产业。你的产业？不，那是我的产业。云姑娘说的对。金海市，我来了，老头子，我也快找到你了。少爷，您可回来了。旁边这位是？这位是我夫人。夫人？大叔，给云姑娘安排客房。夫人，请随属下来。到底是夫人还是姑娘？她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尊重些。少爷，这破轮椅还要吗？烧了，准备新行头。少爷，让您受罪了。回京海路上，竟与刘武他们完美错过了。那晚跟着我的人无人生还。后遇家属，阿四，去百货公司订一批最顶尖的法式洋装和首饰送过去。少爷，如今京海局势不稳，若这位姑娘能以固态身份掩护，可挡去许多麻烦。就怕那丫头不肯配合。不喜欢这些？你动动脑子，我长在深山，哪见过这些洋玩意儿？怎么穿？我这就叫女佣来帮你。盯着看什么？这样好，进了京海，那5人断认不出你。这洋服很衬你，往后就这样穿吧。我有了万贯家财，当然要穿好的，戴好的。在下有事相求，我是顾氏商贸顾图南之孙，如今少帅们争权，都想通过联姻拉拢顾家。你想让我做挡箭牌？可以，但你要帮我找人。你要寻亲？不确定，我只想找当年丢掉我的人报仇。少爷，不如将错就错。外人眼中，这位就是名正言顺的顾太，能省去无数麻烦。结婚证虽有，但那丫头只管钱不陪床。少奶奶不介意名分，少爷何必多此一举？她当然不介意。她现在把顾家商行的账本摸得清清楚楚，活像只闯进金库的豺狼。后天进京海，你等这么多保镖一起，是为了排场？我在京海可是有名的纨绔，出入必有保镖随行。你纨绔？其实我是个顶尖杀手。哦，没什么可炫耀的，你现在又打不过我。你这女人就没点怕的东西？悄悄告诉你，我是租界第1杀手组织的当家的。编的还没我像。爱信不信。说真的，京海危险，护好你自己。放心，我的命金贵着呢。那行，明天我会接着用受伤的状态，理由嘛，闪婚私定终身，被老爷子打伤了。少爷，太太，请上车。
瞧这架势，除了顾大少，金海谁敢有这风头？你这么张扬，不怕你的靠山倒了，你被群攻？这不是有顾太你在前头挡着吗？想让我挡烂桃花，就乖乖听话。一切听太太。顾大少，四少帅约您明儿去星光大饭店。三少帅，请您去摆了。好美的阔太太！诸位请回，少爷私定终身，被老太爷动了家法重伤，得静养，谁也不见。顾云生，再说一遍，合约期间不许沾花惹草。太太放心，我们可是有市政厅证书的合法夫妻。谁跟你真夫妻？我睡床，你睡沙发，越界一寸，手术刀伺候。号外号外！顾大少闪婚绝色名媛被老爷子打断腿。少帅好定力，那顾云生这只老狐狸终究逃不出您的掌心。顾云生那纨绔竟敢悄无声息的结婚，我准备的财政司千金还没塞进去，他倒抢先了。少帅，顾大少带了个美貌女子回公馆，自称已领证，顾大少是被保镖抬下车的。给我搞清那女人的来历，绝不能让顾家的财力脱离掌控。顾云生，你家公馆是菜市场吗？爬墙的人比苍蝇还多，你那些保镖吃白饭的？不能撵，得让他们带点猛料回去交差。我看你是想借我的手，给你立一个河东狮吼的挡箭牌吧。太太聪慧，不知太太肯不肯受点累？哼。哪儿来的毛贼，敢窥探本太太的私房？军统特务还是哪家少帅的走狗？滚！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头七。抓贼啊！抓贼！今晚配合的不错，全馆上下通通发大洋。谢太太，太太威武！家里进了个败家的，比我还会撒钱。只要太太镇得住场子，这钱花得值。没想到啊，顾大少竟然娶了个这么凶猛的，这哪是娇妻，这是活阎王啊！多谢太太赏赐，太太万福。那是我的钱，老板莫疼，这本就是您给太太的聘礼，归根底是太太的钱，她赏就等于您赏。你小子分不分主使？谁才是你老板？怎么跟老板说话呢？这公馆里谁不知道，老板都得听太太的，太太才是大当家。你们这帮反贼！少爷，太太得人心，对咱们的大计有利。老爷子回来瞧见您娶了这么位能镇宅的，保准乐开花。三哥，你是没瞧见那顾家新太太一招就把那帮特务打得满地找牙，凶的嘞！他格斗术极高，却故意放走贼人，是在立威，也是在顾全大局。报告三少帅，查实了，顾少与那女子的结婚证已在市政厅备案，且女方备注聘礼为顾少全部身家。你说什么？全部身家？是。而且顾少遇袭的盘山公路发现过大少帅的人马踪迹。我那大哥是想财色兼收，结果踢到铁板了。太太，这是京海所有军阀显贵的详细资料，包括族谱、喜好、背后势力，请过目。这记录连人家养了几个外室都写了。顾云生，你这买卖干得够大呀，脑袋整天悬在枪口上。怎么怕了？我是可怜你，长得好看又有钱，偏偏活在水深火热里，怪不得别人想要你死。换我也想把你这金库搬回家。
少帅、军阀、政客，这就是个吃人的漩涡。既然进了这道门，我宋诗云就要看看谁敢动我名下的这座金山。钱南正，顾云生，为了保住你这些家底，你这脑袋是天天在枪口上跳舞啊！太太辛苦，反正顾家以后都是你的，应付那些政客军阀就劳烦太太了。想得美！本姑娘要命要钱，就是不要你的麻烦。全京海都知道你是我太太了，改头换面也晚了。换套衣服去，我顾老板的女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没必要藏着。你要带我去星光大饭店那个销金窟，去带你见见世面，顺便把这京海的水再搅浑点。瞧，那是故宫馆的车，顾大少出来了。你这出场架势比大明星还夸张。老板，四少帅等人在前面，说是要为您接风。早醒，我是带太太来看气派的，既然没路，打道回府。别呀，顾哥，兄弟这就给你开道。都眼瞎了，给顾大少和顾太让路，谁敢挡本少帅毙了他！那位就是传闻中的四少帅。大帅病重，他伺候最勤，最得大帅欢心。你消息倒是灵通，若不盯着大帅府的风吹草动，顾家分分钟会被生吞活剥。顾大少、顾太，饭店顶层包厢，咱们不见不散。你的修罗场到了，这就是那个传闻中的悍妻。他们接的不是我，是接我的钱。阿四，赏！败家！好，听太太的，以后绝不败家。阿四，别撒银油了，换铜币。都听清了，老板要听太太的，换同源了。好你个顾云生！第一次坐这种电梯会晕，扶着我。德国进口货，谁是东家？没人见过东家，谁敢在这儿闹事，第二天就会被沉枪。顾少，停下喝一杯啊！我家太太要去7楼舞厅，有胆子的上来凑个热闹。哎呦！见过大少帅，各位少帅。顾大少真是好福气，养个枪伤竟捡回这么位倾城顾太。这窗外竟是滚滚大江，江边风大，太太当心着凉。有人不想承认咱们领了证，这位置不好坐。你可真是个香饽饽，男人女人都惦记。顾少，这饭店有的是交际花。您出门怎么还自带舞伴呢？云生说这里不只有女人，还有不少吃软饭的小白脸供人欣赏。看来品相也就那样。你，太太莫急，待会儿给你找几个面相好的。赏心悦目，太太满意就好。那位三少帅瞧着挺正经，他是大帅府里唯一还算正常的。顾太，小弟有礼了。那晚您在阳台逗特务的风姿，小弟至今难忘。传两招呗。原来沈公子那晚也在树上蹲着。哈哈哈，嫂夫人真是个妙人。改天来公馆，让你嫂子露两手厨艺。顾云生，瞧，你的债主不对，桃花来了。顾云生，瞧这眼神，你的桃花真旺。他是大帅府千金陆灵慧，太太，有人觊觎你男人，你不吃醋？美色误人呐，我刚才看美人都看入神了。这屋里，男的没我帅，女的没你美，你看谁？大家都听见没？顾大小说这屋里就他俩最美。不知羞耻！陆大小姐驾到，你竟敢不起身恭迎，还在大庭广众上调笑！云生，这大饭店什么时候让狗进来了？还是条乱咬人的母狗。顾云生，你竟然当众护着他！大少帅，各位少帅，袁小姐这话可不是只冲我来的。嫂夫人，她说的是你，怎么绕到我们身上了？我们领了证，夫妻间说笑本是常情，
他说这不合礼数，那在座各位只看不劝，岂不是也难辞其咎？太太说的对，方才在旁听的那样仔细，未免失了分顿。这位小姐来的突然，倒把大伙儿的兴致都打断了。是她失礼了，顾太太大人大量，莫要计较。大小姐错了，她不是失礼，是无礼。全京海都知道这是我顾云生的太太，日后见面请称呼她顾太。沈泽宇，你得寸进尺了！哎呀，林慧既然来了就坐，咱们都是托了嫂夫人的福才能在这儿聚齐。呀，原来大小姐是蹭我的光进来的，我还以为是收了消息特意来劫人的呢。顾太，尝尝这波尔多红酒。太太，品品。那长脸的是警备司令部原长官的女儿，据说大少帅要跟她联姻。那姓宋的不过是个商户妇，大小姐为何要让她？少说多看，顾家虽是财阀，但在大帅面前比军政要员还有面子。更何况顾大少是大小姐心尖尖上的人，你刚才骂他，大小姐能饶你？那是宋氏实业的大少爷宋正廷，他从不参加这种聚会，今日竟来了。他也姓宋？或许真有渊源，我会查。我这宋姓是老头子随手取的，我连亲爹是谁都不知道。顾少，听说顾老爷子还没点头呢，你就娶这么个来路不明的野女人？说我来路不明，你这从哪儿蹦出来的狗东西，敢质问我先生？太太莫气，咱们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某人带来的狗打死也要看主人脸色的。顾氏商贸是华国最大财阀，军政府1半的军费是顾家充盈的，在座各位吃的喝的，哪样不是顾家的钱？这野丫头太狂了，拿了顾家的钱还得闭上嘴，否则……太太，大少帅在呢，他定会主持公道。少帅，我太太是清白人家，市政厅盖了刚印领的证，请少帅证明。云生，顾老爷子既然没点头，这名不正言不顺的，还是等你爷爷回京海再说吧。行，既然少帅难以决断，那云生便不再劳烦，这就去大帅府，请大帅定夺。想必大帅对我这救命恩人的身份，定有公正的说法。哎呀，一点口舌之争哪能惊动父亲？就是，顾太，本少帅今日做东，算给二位补个喜酒。既然2位少帅开了口，那这账暂且不记了。云生，改日我们也请少帅去公馆坐坐。听太太的。这顾家真有这么大权力？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没见连大小姐都只顾着看顾少吗？这条毒蛇倒是比那几个蠢货难缠。人呢？他走得极快，像是发现什么不得了的大事。他看我的眼神不对劲儿，绝对不是因为顾家。放心，不管是宋正廷还是背后的宋氏公馆，我翻个底朝天也会给你个交代。错不了，那双眼睛和旧照片上的一模一样。这大帅吃了1下午鳖还不走，赖在这甩脸色给谁看？白日里无大事，天黑好做事。上船后警警些，恐怕有诈。有刺杀还是栽赃？你就不能想点正常的？反正不会是好事。宋诗云，你一个卑贱孤女，真以为能坐稳顾太的位置？华国民法在上，我与先生已在市政厅领证。大小姐若不承认，是想凌驾于法律之上。顾老爷子一天没点头，你就不配。这正式之位本就不属于你。哦，难道属于大小姐？我乃大帅府千金，身份才学皆是上等，你凭什么？凭我和云生两情相悦，合法领证，他只看我。你这不要脸的贱人，放肆！竟敢对大小姐无礼，敢打！
大小姐想抢民妇先生便罢了，何必如此折辱？诗云，出什么事了？云生，大小姐要抢你，她的女佣还要打我。三哥，是他先挑衅我的。这里全是大小姐的人，自然是大小姐说什么便是什么。云生，你信我吗？信。在座皆是京海显贵，难道竟无一人能为一个弱女子主持公道吗？林慧，你身为大帅千金，竟如此仗势欺人！陆小姐，顾太年纪尚轻，看被你吓成什么样了？你们疯了！刚才他是多么嚣张，你们没看见吗？他是在演戏！云生，我想回公馆。少帅，看来顾家在京海确实没地位，在下这就带他去大帅府，请大帅评个公道。够了，林慧，给我闭嘴！你喝多了。我明日让人送一枚西洋钻石胸针压惊，诸位正事要紧，继续喝。我当顾大老板真把自己给卖了呢。解酒药加掺水酒，卖不了。那帮军阀谈妥了？谈妥了，但我告诉他们，这军费得我太太点扣才给。你拿我也当挡箭牌？少爷，太太小心，前面不对劲。看吧，我就说天黑好做事。阿四，猛轰油门！太太，这身手绝了！特务撤了，顾大老板，你这挡箭牌可真沉啊！是我欠考虑，我说要把顾家财政大权交给你，某些人坐不住了。大少帅还是那几位少帅？大少帅虽极蠢，不会刚起冲突就动手，我怀疑是武少帅。那个急着抢夺筹办兵工厂差事的，杀掉你，顾家大权回到我手里，他就有了推辞不了的借口，这是最幼稚也最粗鲁的手段。开胃菜吃完了，大戏在后头。成了吗？少帅，折了7个弟兄，那女人的格斗术太高。那个乡下女人竟这么狠！唯一庆幸的是，受伤的弟兄都撤回来了，没留下线索。陆少明，这笔账，顾家记下了。大哥，母亲睡着了，你也去歇着吧。嫣然虽貌美，却少了灵气，更与母亲没有半分相像。反之是那位顾太，简直是母亲年轻时的翻版。大哥，你为何盯着我看？没有，只是累了。这不是我的孩子，孩子被抱错了。太太产后受了惊吓，神经衰弱，这是癔症。赵开，给大舅舅送个信儿，让他查一下那位新顾太。顾少，大帅听说您昨晚遇刺，甚是担忧，特命我请您去帅府一趟。劳烦秘书，云生这就随您去见大帅。至于顾太，可等顾老爷子回京海后，再一同拜访大帅。大梅，哪条街上没有顾家的商铺？回太太恐怕找不到，只要是繁华地段，必有顾家的百货或银行。太太是想收铺子做买卖吗？这什么生意都被顾家占了，我能做什么？太太，老板身家都给您做聘礼了，这些不都是您的？我总得凭本事挣点自己的钱，用的才坦荡。顾太，宋大少有事。7成相似，剩下的3分是母亲没有的坚毅果敢，但这灵动的眼睛。宋大少，看够了吗？抱歉，顾太长得太像我一位亲人，在下失礼了。大梅，本太太是长得太大众了吗？我不知什么为大众，但太太长得绝对是电影明星的派头。宋大少，你听到了？在下并未妄言，顾太与我母亲年轻时极像。宋大少慎言，
我家太太风华正茂，怎会像你母亲那般岁数的人？是与我幼时记忆中母亲的旧照相似。你母亲过世了，竟拿我家太太比死人？不是。听说令堂久病成疾，常年卧病在床。顾太说的对，母亲如今早已不复当年。宋大少，若你愿意，我可以为你母亲看诊。你看诊？我的医术你可以问顾云生，他当初被枪击骨头都裂了，也是我医好的。当真？等你想清楚了，来顾氏公馆找我。这宋大少看着文弱，怎能如此不着调，在大街上飙车？去打听一下，他去了哪儿？打听到了，宋大少去了赵公馆，那是他外公家大帅心腹教育署长赵启山的府邸。正听说你妹妹多年来的那些胡言乱语，也许是真的。父亲，小妹当年曾流洋海外，是何等才女，怎会无故疯癫？我认为她没疯，只是我们一直拿不出证据。这么多年查无实据，如今这位顾太的出现，或许就是个转机。外公，我与他说话了，他说他懂西医和中医，自己为母亲诊治。正儿，莫慌，你母亲的病，林医生怎么说？林医生说，已束手无策，让咱们准备后事。哼，我看林光和是老糊涂了。正儿，你见到的那位顾太，真叫宋诗云？是，大舅，她与母亲生病前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任谁看了都会怀疑他们是亲生母女。若真是丢失的外甥女，这宋氏公馆要翻天了。查，给我查到底，该讨回来的血债一分都不能少。大叔，顾云生平时去大帅府也这么晚吗？按说早该回来了，没道理不打个电话回公馆。顾云生，太太好体力。少爷中毒了，是被军用疾控金手刀重拳震伤内脏导致的淤血。阿四，说谁干的？本是大少帅和四少帅拉着少爷去西餐厅压惊，大少帅被大帅夫人离席时，突然冲出60多个黑衣特务。60多个，冲你家少爷来的？是冲四少帅。可邪门的是，四少帅拉着少爷往一个方向躲，结果少爷生生替他挨了一重拳。随后巡捕房的人就到了，特务跑得一干二净。四少帅自导自演，想试探少爷底细，那也得看咱少爷肯不肯露底。我的肌肉控制力没那么弱。醒了，看来这一拳挨得挺直。那你说，不是四少帅是谁？是大少帅。今晚的事应该是大少帅，但他不仅针对我，还想一箭三雕，连四弟也算计了。可我觉得大少帅没这么蠢，这就差把我是凶手4个字写脸上了。老四和顾云生遇刺了，偏偏在夫人召见我之后。回少帅，正是，时间拿捏得极准。好精准的谋划，真是有人利用夫人陷害我。查清楚夫人身边谁伸了手。那顾氏商贸那边，顾云生那小子虽不识抬举，但顾家必须拉拢。明日备礼，我亲自去出山洗清嫌疑。顾云生，我今天遇到宋氏实业的宋正廷了，他说我像他母亲年轻的时候。宋正廷，他这人做事严谨，不会信口开河。如果我真是宋家女儿，就能查清身世了。宋公馆水深得很，现在的宋太太赵氏，当年帮宋耀川拿下了宋氏的控制权，却在生产后突然发疯，说是孩子被调包了。发疯的时间是民国元年夏天，正对应你的生辰。这么说，赵氏不是疯了，她是真的发现女儿被换了。别高兴太早，若你真是宋家真千金，为何当初会被遗弃？宋耀庭作为生父，这些年竟然从未怀疑过，他是真的不知情，还是合谋者？如果他也是凶手，那这血债他也得还。少帅驾到，实在不巧，我先生伤重昏沉，只能请少帅进屋说话了。不必了，我是带林慧来赔罪。民妇谢少帅，只是我家先人命苦，连着2日被刺杀，巡捕房却连个过问的人都没有，想必是瞧不起商贾身份。胡说！顾家乃华国经济支柱，云生遇刺之事，我管了，定查个水落石出。民妇多谢少帅。
太太，风雨西餐厅的约快到时辰了。真不要我陪，若真是个圈套，你还是先把那一记空手道重拳养好吧。那是我医术的招牌，别砸了。若他问起，不必急着认亲。宋氏公馆内部安葬，未必是避风港。我若是宋家真千金，该抓的权我绝不放，该报的仇我绝不忍。顾太，这位是我大舅父。看来宋家和赵家都没耐心等了。晚秋，我的晚秋啊！母亲，您冷静些，还未定论，别吓着人家。竟是教育署长赵家全家出动。姑娘，请坐。老夫今日全家在此，全是因郑婷所言。你跟我那病倒的女儿长得实在太像了。姑娘姓宋，收养你的老医生也姓宋。我不知老头子真名，自幼在乡野，名字也是随口起的。造孽呀，定是在外吃了苦。顾太，你说能治我母亲的病，当真？医术尚可，但没见到病人前，我不开大口。不急不躁，倒是个稳重的性子。那顾太的生辰可方便透露？民国元年立夏之日。对上了，全对上了！我的老天爷，这就是我的乖外孙啊！母亲，仅凭日期和长相，是否太武断了？闭嘴！这通身的灵气，这眉眼跟晚秋当年一模一样，还能有假？丫头，你如此冷静，可是心中早有定见。从宋大少说我像他母亲那天起，我就有猜想，但我被老头子捡走15年，对父母二字并无情分。我只想知道，当年为何要丢弃我？不是丢弃，是你母亲当时被人害了。当年小妹产后醒来，只看了一眼襁褓，就凄厉地喊着报错了。可当时宋氏公馆只有她一人生产，谁会信？找我的孩子，那不是我的孩子！找我的孩子，那不是我的孩子！太太这是产后受了刺激，神经衰弱发癔症了。我们就那样看着她被当成疯子关了10几年，看着她原本灵动的眼一点点枯死。仅凭一眼就能认出孩子被换，这就是母女连心吗？宋氏公馆是否有个二太太或者姨太太？那是我父亲的小妾。顾太问这做什么？公馆里姨太太不少，丫头，你怀疑是他们动的手段？丫头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据老头子回忆，当年丢弃我的有2个男人，其中一人脸上横贯着一道恐怖刀疤，另一人喊他八哥。刀疤？公馆并无叫此名的下人，莫非是外顾的杀手？不仅是丢弃，当年我2宝中被下了致死量的迷药。天杀的！晚秋刚产子，他们就敢下毒手，这是要绝了我们母女的根啊！赵老先生，我也在想，既然换子能周全，为何我母亲会突然疯癫？你是怀疑晚秋也被人下了药？让人意识混乱、产生幻觉的违禁西药，并不难弄。你既然愿意认母亲，那我明日便接你回公馆。不可草率，我想进公馆为他诊棺，但我不想让第3个人知道。薄丫头，老夫倒是觉得你该以真面目进宋家大门。您的意思是，由于相貌相似，直接引蛇出洞？与其在暗处琢磨，不如直接让那幕后之人警觉惊慌。好，那便需要好好谋划一番。父亲，这丫头处事竟如此老辣，面对您都不卑不亢，比晚秋多了份坚韧和杀气，是个干大事的主。2位舅舅还没见他大闹星光大饭店的架势，那是连大少帅都不放在眼里。连大少帅都不放在眼里。哈哈，不畏强权，有胆魄，这才是我们赵家的血脉。那顾云生虽是个资本家，却也算有几分担当，能护住我这宝贝孙女。顾云生那小子，怎么偏偏是他抢了先？太太，老板等急了，催您快回。回公馆，明天还有场硬仗要打。又是哪路鼠辈，滚出来！顾太好身手。太太，这声音加了变声器，透着股娘娘腔。
蒙着脸装老大，话多死得快。阿四，不准上来送死！不是他对手，撤！想打就打，想走就走，没这道理。没听响的烟幕弹。阿四，今晚这波跟前2晚的不是一路人。另外2人自始至终没开枪，倒像是在试探。3天3波刺杀，顾云生，你到底惹了多少战？又遇袭了，怕了吗？怕倒不怕，只是招人烦。顾大老板，你到底惹了哪路神仙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这3天的刺杀，每一波是冲我来的。第1晚是你，昨晚我替4少帅挡灾，今晚听阿四说，对方是在试探你。看来顾太这个名头确实烫手。明天我要去宋氏公馆。太快了！万一当年害你的人就在公馆里，你这就是自投罗网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口？与其等他们一波波试探，不如我直接撞碎他们的阵脚。少帅，刚得的消息，顾太回公馆路上也遇袭了。顾太是顾家的人封得很紧，外头只知道车队在西街口被人拦了，动手的人来得快，退得也快。故宫馆那边已经加了3倍岗哨，咱们的人没能靠近。伤着没有？暂时没有准信，但听说顾太被护回公馆时，顾家的车门上有刀痕，护卫死了2个，伤了4个。顾云生重伤，他太太遇袭，这事儿不对劲。少帅，卑职也是这么想的。顾云生白日里刚在宴上出事，眼里顾太又遭伏击，若说是巧合，未免太巧合。在京海城，巧合就是最贵的谎话。有人肯花这么大价钱，您说会不会是顾云生自导自演，想以此拒绝各位少帅的拉拢？顾家少东家表面温润，实则城府极深。这些年，顾家本人更是华不留皱手，谁的面子都给，谁的船都不少。所以他要拒绝拉拢，有100种体面法子，装病也好，避袭也好。顾云生惜命，他不会拿自己的命赌别人信不信。那就是有人真想杀他，不一定是杀，不杀，杀人简单。今日宴上人多眼杂，真要杀顾云生，枪最快，毒最武。偏偏对方用了拳，又在众目睽睽之下动手，打给所有人看。那顾太遇袭就是第2声钟，一个给所有少帅看，一个给顾家看。看他们护不住人。顾家这些年靠的就是一个稳字，商号稳，关系稳，人脉稳。可今日一出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顾家的少东家能在宴上被打，顾家的太太能在回府路上被劫。稳字一破，顾家的价码就变了，是要逼顾家低头，或者逼顾家开口。开口说什么？顾家这些年看似做生意，实际手里握着的不止银钱，码头、药行、账册、洋行、人情债，哪一样都够要命。可这些还不至于让几方势力同时发疯。您怀疑顾家手里有更大的东西？不是怀疑，是现在已经有人替我们证明。这些地方有2处归大少白的人盯着，有1处跟2少帅的粮道有关，还有1处是咱们前几日刚查过的旧仓。所以麻烦就在这儿，顾云生一受伤，大少帅第一个跳出来请示彻查此案。那大少帅今日主动请示彻查此案，这事又是哪处？贼喊捉贼，谁掌了彻查权，谁就能先碰现场，先问证人，先拿口供，先决定哪些线索是线索，哪些线索是误会。你看，这2处相隔不远，却不在同一条护卫线上。白日宴会夜里归府，时间、地点、路线全不同。若不是顾家自己泄了行踪，就是有人早知道他们的每一步。顾家内部有内鬼，可能有，也可能不是顾家内部，不是顾家。今日宴上，知道顾云生会出席的人不少，知道顾太何时回府的人却不多。能同时掌握2边行踪的，担得够高，手伸得少长。大少帅有这个能力，不止他一个。少帅是说2少帅、3少帅那边也可能插了手？在顾家这块肉钱，竟像一把钥匙，谁拿到谁就能开某扇门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要不要派人去故宫府探探？不去。现在故宫府就是一张网，谁靠近谁就会被记一笔。我们不急着往里钻，那线索岂不是要被大少帅抢先查案？3年前顾家替他评过一桩案子，案罪后来被人压了。还有西街口附近的更鼓茶摊车夫，一个个找，不要惊住大少府。不是盯他见谁，是盯他的人销毁什么。是，卑职明白。等等，少帅请吩咐。顾太那边再查一件事，查他回公馆前见过谁，拿过什么，丢了什么。您怀疑刺杀目标不是人是东西？我越想越糊涂了。这顾家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，能让几方势力同时发疯？
不对，什么不对？他们不是同时发疯，是有人在赶他们发疯。传令下去，今晚所有暗哨撤出顾盟馆3条街外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动手。少帅，若线索断了呢？线索断不了，因为设局的人还没拿到真正想要的东西。军饷，原来他们要的不是顾家的命，是顾家手里的账。别逞强，让达叔带人陪你去，更有气势些。谢了，没必要。赵家人我都没让陪，太扎眼。那让阿信、阿朗带人在宋公馆外候着，若有病动，信号枪为号。行，这2个生面孔合适。你可知，今日你踏进那道门，若那幕后真凶真是宋家之人，你便是活靶子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穴？他若狗急跳墙，正好露出马脚。公馆没分家，4房人挤在一起。母亲病重后，老太太便让她迁到了偏僻的旧花房病房。哼，倒是找了个好借口。堂堂宋家大太太病了不送医院，却关在这冷清后院。老太太说，母亲发疯会伤人，外请的西医多半待不长。这10年，全靠舅舅求了林大夫的药吊着。这味道，镇定剂剂量大的离谱。这哪里是治病，分明是杀人。大少爷，这位是？这是我请来的女医生，婉仪，她是自己人。从现在起，这药立刻停掉，再喝下去，人就真废了。你也觉得这药有问题，我就说太太没疯，是药吃出了毛病。你，母亲，宋医生来看你了。太太快看，小姐在笑，是个好性子的娘的小乖乖，是个聪慧的。是他，这种血脉相连的感应错不了。太太，您看啊，是小姐回来了。刚才那些话是太太产下小姐时，我亲耳听太太说的。您就是小姐。只凭2句话，母亲就有反应了。这10年的疯病，难道竟有转机？乖乖，娘的乖乖，快躲开，有人要抢走你！又要发作了！快打镇定剂！以前的护士都是打针让母亲睡下的。住手！别再让她睡了，那是在杀人。娘，乖乖回来了，没人能抢走我。妹妹，母亲的病有的治吗？他中的不是疯病，是毒，一种慢慢蹿食神经，让思想混乱的慢性化学毒素。被下毒了。
在这宋家公馆10年，竟然……大小姐，您会不会看错了？太太这些年只是身子弱，郎中们也都说是郁结成疾，气血亏空。若只是气血亏空，舌根不会发青，指甲不会泛黑，脉象也不会虚浮中夹着滞涩，更不会在每次服完镇定药后短暂清醒片刻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不光早年中毒，直到现在依然有人日日给他投毒。这公馆里到底是谁要太太的命？母亲体内的毒至少有2种，一种下得早，毒性慢，伤的是心肺根基；一种下得轻，却持续不断，日日入药，日日消磨。所以这些年，他不是病了，是有人一直在杀他。是。10年，整整10年，我就在公馆里，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。若不是他常喝的那些镇静药误打误撞解了一部分毒性，他早就是一具枯骨了。镇静药？可那些药不是老爷请郎中开的，说太太夜里总是经悸难眠，所以才日日服用。药方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有人借着他长期用药，把毒混进去。镇静药里有一味药，恰好能缓住旧毒发作，所以母亲才没有立刻死，熬到他说不清话，熬到他神志不清，熬到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疯了，病了，该被扔在后院等死。是谁？药是谁送来的？这些年谁负责母亲的吃穿用药？是厨房送药，小丫头轮流端来。平日我守着太太，可药从前院捡好送过来，我也只能看着太太喝下去。若说经手的人太多了，我去查，从药房、厨房、送药丫头一个个审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在宋家公馆做这种事。站住！大哥，这个地方不能待了，必须送母亲出府医治。大哥，你叫我大哥了？好，妹妹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现在不是追查的时候，投毒的人在暗，我们在明。若今日后院忽然闹起来，真凶第一反应不是逃，就是灭口。灭口？母亲还活着，就是最大的证据。他一旦被人发现有清醒可能，对方一定会再次下手。要寻一处绝对隐秘安静的地方，在母亲康复前，绝不能让真凶察觉。此事非同小可，我得去和父亲商量。不，此事绝不能让宋公馆任何其他人知道，包括你父亲。连父亲也瞒着？他身为丈夫，若真有心，母亲何至于在废弃后院中毒10年？这公馆里的人，除了你和婉仪，我谁也不信。父亲这些年确实很少来后院。不是很少，是几乎不来。大小姐说的没错，太太刚被送来后院时，还曾日日盼老爷来看她，后来一年一年等不到，人就越来越沉默，到最后连醒着的时候都不肯说话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此事不告诉父亲，也不惊动前院。转移母亲要快，也要像什么都没发生。我这边暗中联系舅舅，求赵家协助。不能用宋家的车，也不能走正门。今晚子时，后院西墙外有一条旧巷，平日没人走，让赵家派信得过的人从那里接应。我亲自去办。还有，母亲离开后，这间病房不能空，床上要留人，药也照常送，灯照常点，让真凶以为母亲还在这里，至少3日内不能露出破绽。娘，再忍忍。
接下来的路，女儿带你走。这香能让母亲安睡，离府前不要断。大哥，按照这2张西仓流食方子喂食，必须你亲自动手。放心，我会守着。宋医生，您这就要走了，万一太太醒了找您。熏香燃着，她不会醒。记住，之前的镇静剂一滴都不能再碰。大哥，外公又送来什么寒酸大夫？遮遮掩掩，莫不是个女骗子？我家女医诊脉，闲人退避。我是宋家大小姐，你敢说我是闲人？嫣然，休得无礼！瞧他们这副见不得人的样，定是招摇撞骗的赤脚医生。宋大小姐，你这口臭熏天，脾胃早已腐烂，大白天怕鬼，胆气虚浮，小小年纪站不稳，这骨头怕是都要化了。不信，你按按支沟穴，再压压天柱穴。哎呀，宋小姐这5脏6腑都烂透了，再不治，肠子都要烂出来了。疼，好疼！大哥救救我！既然嫣然有病，请神医赶快开方。太太，您给那大小姐开了什么灵丹妙药？看把宋大少吓得话都不会说了。也没什么，不过是加了10倍剂量的巴豆黄连与番沙叶混合萃取液。天哪，这哪是药方，这分明是催吐清肠夺命汤。既要治病，自然要用重药。大梅，回公馆后加餐，我胃口好的很。以后惹谁都行，千万别惹太太。小姐，那位女医说，这药必须趁热一口灌下去才见效。他是不是存心要害我？这颜色，猪肝水都比他顺眼。不对，快把谭云端过来！那个贱人，他一定在药里动了手脚。这药怕不是泻药，是催命符吧？别说了，我去打水。你是怎么教女儿的？好端端的怎么吐血成这样？老爷，这怎么能怪我？嫣然一向乖巧，平日吃什么喝什么都是我亲自盯着的。她喝药前你没看着？我看着了呀。可那药方是给赵婉秋那个疯妇开的，又不是给嫣然开的。谁能想到嫣然一时心善，想替她试试药性，就会被害成这样？试药？宋家千金去替一个疯妇试药，你让我这张脸往哪儿放？嫣然也是孝顺，他是怕赵婉秋来历不明的药出事，到时候万人又要说咱们宋家苛待原配。替我分忧？他把自己折腾成这样，满院子下人都听见了，满公馆都闻见了，这叫替我分忧？娘，我不行了，嫣然，我的嫣然。别过去！你现在过去能做什么？添乱吗？老爷，姨太太，苗医生来了，他看了大小姐的脉，说要先看药方。让他滚过来！老爷，姨太太，少废话，看看这方子。苗医生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我家嫣然到底怎么样了？她是不是被那女医害了？方子怎么了？说。老爷，这方子药效确实是清热化积，只是这每一味药都是极其烈性的催吐清肠毒草。是毒草，若是外奉熏洗，或有懂药令的人极少量调配，也许能逼出体内积毒。可若直接口服，那便不是治病，是折腾肠胃。你胡说！嫣然才喝了1碗，怎么就成这样了？姨太太，别说1碗。只要口服1小口，肠胃便如翻江倒海，3天3夜不能停。这方子里几味药互相催发，一入口就往下走。吐是因为胃里抽不住。大小姐刚才喝下去的全是泻药，泻比寻常泻药烈10倍不止。姨太太，您当心，扶远点，别吐在亭子里。他受不了也得受。
谁让他乱喝药？老爷，这分明是那女医害人，她开这种方子就是存心要害咱们宋家的人。姨太太，这方子原本是赵太太用来外治，或另有特殊用法，那倒也不一定是害人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替她说话？这方子能不能救？大小姐如今药性已经入腹，只能慢慢缓。小的可开些止泻护胃的汤药，再用温水补筋，防她脱水突脱。只是这3日恐怕难搞。她可是宋家大小姐，你让她3日3夜这样，她以后还怎么见人？今日的事，有多少人知道？大小姐房里的丫鬟都知道，后院洒扫的也听见了，还有厨房送热水的婆子。闭嘴！传下去，谁敢往外说半个字，我割了他的舌头。是，奴婢不敢。赵家和那女医，一个个都把我宋家当猴耍。老爷，嫣然可是您的亲女儿，是宋家的名权千金，她今日受这种罪，分明是有人设局羞辱我们。先把人救出，再说做主。那女医呢？就这么放过她？你去开药，先让嫣然止住。若她有个3长2短，你也别想活着走出宋公馆。今日在闺房里伺候的，统统记命。谁若出去乱说，立刻发卖。老爷，光发卖怎么够？嫣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那些下人一个个都瞧见了，以后还不知道怎么背后嚼舌根。你还有脸提？老爷说。老爷，您现在怪我有什么用？嫣然可是咱们的女儿，她今日这副模样，若被外头知道，别说名媛聚会了，往后哪家体面人家还敢来相看？老爷，大少爷去赵署长公馆的，又是赵家，为了个丰富，天天往公馆里塞这些来历不明的人。老爷，我早说过，赵家这些年就没安好心。赵晚秋病了10年，赵家不早不晚，偏偏现在管，还从租界找什么女医，弄出这等荒唐事儿。大少爷走时还带了2个副官去赵家要说法，他还嫌不够乱。若他们把今日的事捅出去，说嫣然被那赵家女医耍了，那嫣然岂不是要被整个租界笑死？被耍了？是嫣然好心怕赵晚秋被那女医害了，所以才替她试药。所以这件事绝不能传出去。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嫣然可是名媛千金。闭嘴！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名媛千金，哪家名媛千金会喝这种恶心的药？她要真有脑子，就该离后院远远的。她也是想替您分忧。她现在就是我最大的忧。赵家那边有没有传消息回来？大少爷刚走不久，估计还没到，派人跟着，别让他在赵家说出不该说的话。是。还有后院那边，赵晚秋现在如何？听谢妈说，太太仍旧昏睡，大少爷安排了人，说谁也不许靠近。他当真是长本事了。老爷，今日这一出，说不定就是那赵家设的局。那女医刚来公馆，就把后院搅得天翻地覆。老爷，没有证据的话，少说。你若真想保嫣然，就管住你自己的嘴，也管住他房里那些丫鬟的嘴。传令下去，封锁所有消息。今天嫣然喝药，苗医生诊治，任何一个字都不许往外传。是，谁敢向报社透半个字，家法伺候。老奴明白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再派人去果门清，把今日抱拳照相馆、洋行那些爱嚼舌根的人，一个都不许放进来。厨房、后院、嫣然房里的下人分开看管，谁说过什么，谁听见什么，全部记下来。等等，老爷还有吩咐？苗医生那边，让他把药方和诊断写成大小姐偶感属实毒草误服这些字。若他不懂怎么写，就让他滚出京海。是，老爷。老爷，嫣然这次受了这么大的罪，总不能白受。等风头过去，你一定要替他讨回来。讨？怎么讨？说被他家女医耍得上吐下泻，整个公馆恶臭不干。那嫣然与几家权贵少爷的见面，这件事先压下去再说。等郑婷从赵家回来，看赵家怎么说。若赵家护着那女医呢？那就让他们把人交出来。宋家丢了脸，赵家也别想干净。爹，我难受。赵家那庸医等着瞧吧。太太，消息传出去了，现在京海市半数咖啡厅都知道宋氏公馆那位交际花在家里吐泻的，把女佣都熏晕了。你这手笔，宋耀田怕是要气疯。他想捂住名声，继续拿女儿联姻，做梦。宋嫣然虽然跋扈，但当年的事他未必知情，你为何针对他？他占了我的身份，却在母亲病榻前演戏邀宠，这种虚伪，我嫌脏。那宋耀庭呢？他毕竟是你生父。生父？一个任由发妻中毒10年，任由姨太太灭妻的男人，对他，我从未有过期待。他欠赵家的，欠我的，我会一笔笔讨回。小姐，大少爷有密信。大哥计划周全，但城外风险太大，告诉他计划照旧往城门引路，剩下的接应去顾氏公馆。接来顾公馆，门外满是各路特务的眼线，灯瞎黑才是最安全的。
人手我来安排，你家大少只需演好戏。深更半夜闯私宅，这赵家保镖也就懂规矩，憨货，少说话能憋死你！怎么，你也想试试太太那招清肠毒草？那滋味，宋家大小姐现在还没拉完呢。别，我那是想在太太面前表现，以后好讨个媳妇。顾云山，你的保镖太不降洁了，进来人都不吱一声。大叔，把这打扫出来，以后就是我的私人药房，没我的滚许，任何人不准靠近。是，太太。宋耀庭，滚出来！岳母大人，大清早的，这是为何？接我女儿回家。你任由晚秋在废弃病房消亡，我赵家绝不答应。赵王氏，人嫁进我宋家就是我家的人，你凭什么带走？哼，凭你儿子没出息。祖母、父亲、外婆请到了那位神医，只是神医要离京，唯有带母亲随行才有生机。那位开烈性西药的神医要走。对，今日我一定要带晚秋走，若有阻挡，我这把老骨头便撞死在公馆大门上。耀庭，赵氏是宋家大房太太，死也要死在宋家，抬出去治病，丢不丢人？这老货放什么臭屁？你死了，我女儿都不会死。外婆，那女医来路不明，我不敢相信她呀。宋耀庭，你若不准，老身这就去大帅府告你个宠妾灭妻、谋害正室。带走她也行，除非她不再占着宋家。够了，我只想晚秋好起来。郑婷，你亲自护送，早去早回。哼。少爷，顾家那边小姐派人接应了，我那妹妹做事当真滴水不漏。老板，轿车进了赵曙崩成交的农庄，赵署长和2位舅爷都在门口亲自迎接，那个女医也现身了。赵家竟然如此兴师动众，难道那女医竟是某位少帅的人？幸亏没跟赵家闹。这是咱太太亲笔写的，说这名字利于宋太太康复。我这个妹妹，要是长在宋家，定是京海市第一才女。妹妹，这等体力活大哥来就行。大哥若有空，去帮婉仪归正药材。在这里，我是医生。宋大少，别愣着了，有个这么能干的妹妹，您得努力啊。这儿往后就是我和娘的家了。太太住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，绝不挪窝。你是狗皮膏药吗？顾云听，注意身份，诗云是我亲妹妹。我看你的结婚证有古怪，拿出来我瞧瞧。大舅哥想看，随我钟楼书房便是。对，就放内阁，标签朝内。小小姐，您来了，终于能天天见着您了，我这心里可踏实了。婉仪，以后改口叫我诗云吧，娘那边你也改成太太。好嘞，好嘞，都听诗云的，这称呼一改，倒显得咱更亲近了。那您先忙，我去看娘的情况。我的乖乖，娘，是我，坏人被赶跑了，您的乖乖长大了。您瞧，我是不是跟您很像？大哥，你听了多久？好多年没见母亲笑了。妹妹，母亲这病不仅是病，她体内有2种毒，一种是10年前下的致幻药，一种是这10年间长期服用的镇定剂。长期服用？林医生不是一直都在看诊吗？那林大夫恐怕早看出来了，只是不敢说，只能暗中加点解药，保他不死不活的拖着。是谁竟如此算计？宋耀庭和娘以前感情如何？他那几房姨太太又是怎么回事？你丢之前，他们感情极好，父亲从未纳妾，甚至给我和子谦取名正大光明谦谦君子。二哥子谦他在哪儿？他在镇亚大学念书，在你丢了母亲发疯半年后，接着一个接一个。人丢了，心变了，毒也到了。大哥，你说这世上真的有那么巧的事吗？下毒的人，我会让他亲口问下自己种的恶果。当年祖父暴毙，未定继承人，继祖母一心想让亲生的三叔接管企业，最后是靠赵家助力，父亲才坐稳了董事长位置。所以宋老太太觉得是我娘抢了她的权。那宋耀天呢？掌权之后他就变了？离家前，我看他与继祖母对视的眼神，透着股说不清的阴冷。外面出事了，开好火，5分钟的时间。出什么事了？围在这做什么？你就是顾大老板带回来的野女人。你这红颜知己走后门也挺见不得人。瞧这架势，
哪个码头的女土匪？你怎么知道？既然知道了，姐姐也不难为你。咱俩共侍一夫如何？反应太慢了。啊！你非礼我！太太，京海重地，莫要梦莽。云生，这女土匪说要跟你叙旧情呢。太太莫听胡言，我根本不认识她。顾老好狠的心，黑龙山漕运码头的穆迪你全忘了。穆迪不是个男人吗？顾大少，你当时患了眼疾，可你亲手抓过我的手臂，包扎伤口，那感觉总不能错吧？休要血口喷人！抓过手臂，包扎过。太太，绝无此事。你的保镖阿四亲口应承的，说你会负责。阿四，给爷滚出来！老板，当时你眼上未愈，深陷码头火拼，属下为了保命，只能在欠条上假意签字画押呀。假意签字？我曹帮的钱是随便签的，字是阿四签的，你们找他便是。但在顾公馆闹事，妹妹别火气这么大，姐姐可不是来打架的。太太，千万别信他，让巡捕房来抓人。顾老板，你真舍得让阿四这小子把牢底坐穿？太太救我！妹妹，看来你才是这公馆里主事的。既然阿四画了押，那姐姐我就赖在顾家不走。你先回去，待会儿再跟你算账。是，老板。你凭什么留在这儿？凭我摊上事儿了，来寻个庇护。今儿我们这几十号弟兄，定是要进门的。求人避难，可不是这个口气。怎么又是这个打火机？好，顾某答应了。住进顾家可以，但要交保护费。这丫头是把这烫手山芋当成金砖了。又是打火机，和我在山里捡到的一模一样，必须把它留下。顾云生这浪子回趟云州，竟惹出这种风流债，你是没瞧见外边传的多热闹？堂堂顾大老板在云州惹了个女土匪，人家都追到京海来了。京海是非多，你少去凑热闹。顾云生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你别光顾着看笑话，把自己搭进去。那我听听你的，先观望观望再说。男人哪个喜欢美女？全副官去查查顾云生喜欢什么类型的，给他介绍2个名媛过去。我倒要看看他顾家再大的能耐，还能扛得住美人关。少帅，要照着宋诗云那样的模子找吗？那顾太听说可不是一般人物，若找得差了，怕是入不了顾云生的眼。对，本帅倒要看看顾云生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一试便知。属下这就去办。奇人之福，也得有命享。查，那日劫杀冲谁去的？不管是谁，这浑水我趟定了。外面很热闹，顾家这块香饽饽还能香几年？老四找上门，老二也派人盯着，老三也在看戏，就看谁先动筷子了。属下不敢妄言，几位少帅动作频频，顾家那位新夫人也不是省油的灯。越乱越好，水浑了，鱼才好抓。太太，3年前老板押货去松州遇埋伏，眼受了伤，抓着穆离的手臂包扎，就抓了手臂，就被讹上了巨额债务。那穆离当时穿男装，曹帮老辈儿非说坏了规矩，属下为了救人，在那欠条上行了，起来说话，这事儿回头再说。穆离若再提，阿四，你负责还钱，顺便娶她。老板，那野辣椒哪是属下的菜啊？怎么，顾家保镖配不上曹帮大当家？我看挺配。下去吧。老板有令，再敢喧哗，统统轰出去！消消火，这就安静。太太今儿答应的痛快，莫非认得这新人？哪能啊！我看那穆离眼神狠毒，这种人留在眼皮子底下才最安全。他风衣口袋里分明有一块一样的，这丫头到底是老军医的徒弟，还是那组织的人？母亲当年是被及时下药的，只有离她最近、最信任的人才能做到。到底是谁在病房里？何方宵小，报上名来！你到底是谁？不知天高地厚，不怕小命留下吗？
大当家，咱这顾太是个狠角色啊！你看那身手，3人围他一个，愣是没占到便宜。别去惹他，这水深着呢。一个能在刀刃上睡觉的女人，心里装的可不是儿女情长。不能再等了，他一个人送大少，别帮倒忙。您这一枪出去，太太还得分心护你。自家小姐的手段您还没看全呢，用不着咱们。他一人对付3个，看着险，心里有数呢。顾家是你们撒野的地方，阿五，进来的全给我留下！兄弟们，围死他们！又来这招，逃跑能手。军用烟幕弹和那天劫杀我的是同一拨人，在这消失了。该死，又让他们钻了地缝。宋诗云太强了，那根本不是女人的手速。要不是我们分开跑，她只去追七娘，我都差点回不来。早说过别去招惹她，她是那位老先生调教出来的徒弟，你们真当她是软柿子？老板那边怕是不好交代。哟，排名第5的杀手傅七娘，如今也有被别人欺负的份儿。顾太下手真狠，这道口子再深1分，你这胳膊就废了。别废话，快缝合，别让老板知道。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老板，我马上叫人来修。慢点，左边抬高些。对，那3人还是上次劫杀你的。认出晚了，没来得及管他要霓虹光管的赔偿费。咱不缺那点儿。你说这烟幕弹是仇家特制的？工序繁琐，华国对军需火药管控极严，能随手就扔，背景定不简单。我明日请3少帅查警备司令部的军需备案，私人制火药，查原材料流向也能顺藤摸瓜。大少帅，沈泽宇得了你那么多好处，也是时候收点利息了。这丫头倒是越来越会用我这张脸面了。淑云，昨晚的刺客，你可有受伤？大哥放心，我没事，只是又被那帮老熟人跑了。入京海不久，你到底还得罪了谁？莫非是你那老医生师傅惹的债？没准真是，老的跑了，带着我这个小的撒气。他们若想抓你逼老医生露面，这危险就没完。走，大哥去求外公给你寻2个顶尖保镖。大哥，在这京海市有亲人疼的感觉真好，但顾云山安排的人够用了。顾云生昨晚打得天响，他的人哪儿去了？那是因为阿四他们知道这点小贼还不给我塞牙缝的。小姐，大少爷，太太醒了，今儿精神头特别好。婉仪，以后停掉那些镇静剂，10点左右给娘多穿些，推轮椅去晒晒太阳。乖乖，正婷，娘，你认出儿子了？混话，娘什么时候忘过你？子谦呢？好久没见那孩子了。娘，等二哥震旦大学放假就来看你。乖乖，你小时候住的地方，娘好像从来没见过。你给娘说说，那是什么样子的？那地方叫黑龙山，山脚下有一条溪，水很清，夏天能看见石头缝里的小鱼。那你住在山上，半山腰，一间旧诊所，红砖墙，门口挂着一块歪歪扭扭的木牌，上面写着华氏诊所4个字，漆都掉了一大半。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，粗的一个人抱不过来。这疤是怎么弄的？切药的时候刀划了一下，当时流了不少，滴了一滩板。师傅拿烧酒给我冲了一下，缝了3针。娘，您别光听我的，让大哥也说说他小时候的事儿。娘，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偷吃桂花糕那回吗？就1块，我没敢多拿，结果刚咬了一口就被我祖母抓住了。跪了半个时辰，青砖地面硬得很，腿麻了也不敢动。那后来是谁把你领出来的？是您啊，娘。您说找我有事，把我领出来了。出了祠堂，你也没骂我，就拍了拍我膝盖上的灰，问我疼不疼。是娘领你出来的，娘怎么记不太清了？不打紧，不打紧。刚才那是我说给您听的，您听一遍，觉得耳熟了就行，记不住也没事儿。娘还有什么记不清的事儿？
你多说说，娘多听听，说不定就能记住了。大哥，你好好说。有一回我爬树掏鸟窝，那天是开春，树上刚发了新芽。你还会爬树？公馆里那棵老槐上树，我闭着眼都没撑住，我就直接掉池子里了。那你有没有冻着？有没有生病？我站在澡桶里烧了2桶热水让我泡，您给我擦头发，一边擦一边问我以后还爬不爬了。我说不爬了。过了2个月又爬了一回。大哥小时候确实挺能折腾的。那不是折腾，那是活泼。你小时候爬树、掉池子、桂花糕这些事，娘好像有点印象，又好像没有。那棵老槐树现在还长在公馆后院里，每年夏天还是枝黄叶茂的。您要是想看看，等您身子再好一些，我扶您到窗边指给您看。乖乖，今晚陪娘睡好吗？娘，妹妹已经领证结婚了。结婚？我的乖乖，什么时候嫁人了？我不记得了。娘，您是病了，记忆还没理顺，等您大好了，还要给哥哥们挑媳妇呢。对，正婷，你也该成家了，娘一定给你挑个情意投合的。像您和我爹一样吗？你爹？情绪波动太大，急火攻心晕过去了。刚才提到宋耀庭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……婉仪，我爹娘以前感情到底如何？原本极好，可在那之后，太太病了半年未起，宋耀庭便纳了妾。宋老太太推波助澜，宋耀庭一个接一个的往公馆里抬人，太太甚至都不知道。是外公怕气死母亲，封锁了消息。婉仪，我出生那天谁在病房里？助产士是赵家请的老熟参，没问题。女护工有翠莲和碧莲，他们人呢？翠莲病死了，碧莲赎身嫁人，听说后来难产也死。那我靠谁抱的我？我记得是碧莲，爹当时在病房外高兴疯了，一直催着抱出去看。对，太太那时累得昏睡，小姐当晚被安排在婴儿室，由陈妈照顾。陈妈呢？在那假妹妹1岁时，燕姨太陈妈勾引父亲，把人撵出公馆了。大哥，该你表现了，查这个陈妈。就剩这一个活口，交给我。陈妈是谁找的？太太预产期提前了半个月，原本定的奶妈没赶上，是临时从外面找的。又是临时？那日娘为什么会突然早产？医生说是太太贪凉，喝了1碗冰镇绿豆汤。来，婉仪，我们坐着说。1碗绿豆汤就能催产？那医生是谁请的？我当时乱了方寸，不晓得。当时公馆里乱得离谱，一点不像母亲平日管家的样子。还不是宋老太太？她说太太怀这胎辛苦，非要强收了太太的掌家权，全换成了她的人。从怀孕时就开始算计，借我的手夺权，再调换襁褓，这布局远比我想象的深。季嬷嬷一直想让三叔接管企业，母亲连生3胎，让三房希望渺茫，她有动机。陈妈、医生，还有我那位好祖母和父亲，看来我也该去宋公馆转转了。乖乖，小姐，姑爷来了。这就是乖乖的先生。晚辈顾云生，拜见岳母大人。我去倒茶。顾云生做戏还上瘾。云州顾家可是那个财阀巨户。正是。好啊，只要对我家乖乖一心一意，门第无所。岳母放心，云生对太太自是真心相待。你来这儿，怕不是为了演孝顺女婿吧？三少帅和沈泽宇到了，中午怕是要辛苦太太下厨了。娘，我现在有事先回家，下次来看您。再见，乖乖。岳母再见。他们还真是躲得安稳。查清了吗？穆离到底惹了谁？四少帅，黑龙山发现大型煤矿，四少帅想独吞，派军队灭了漕运码头满门。堂堂少帅竟对江湖帮派下黑手。顾云生，你顾家不过是商人，却偏往这权力漩涡里跳，到底图什么？你也想要那个位置吗？不能吗？泽宇，注意吃相。嫂夫人终于来了，开吃开吃。丢死人了！嫂夫人，晚饭能续个约吗？滚！我太太不是你家厨娘。只要嫂夫人肯下厨，以后上刀山下火海，我沈泽宇一定赴汤蹈火。沈公子这话，本太太可记下了，绝不食言。正好，当下便有一事，需请沈公子帮忙。二位，我们夫妻近日连番遇袭，对方不仅手狠，还用了军用的烟幕弹。军用烟幕弹，这可是警备区的管制之物，所以想请二位帮个忙，查清这些东西的源头。这对二位来说应该不……顾大哥放心，刚才吃了嫂夫人的饭，这事我必亲力亲为。既然泽云应了，这事儿交给我们。你是饿死鬼投胎，去送回我府上。三哥，你太小气了。
滚去军需处查档，别整天想吃。顾云深不找大少帅，也不找四帅，偏找三帅，有趣。给大少帅透个底，就说顾云深觉得他查得太慢，另请高明了。你今晚真要去宋氏公馆，让阿星跟着？不需要，我独来独往风险才小。若那人真想引出老头子，我便去当这个诱饵。哼，我也成这守空房的小媳妇了。老板，宋大少爷没睡，带着保镖出公馆了。赵氏名下的那些商铺股份，你就别惦记了。娘，当初调包那晚，您可是答应我的。那又怎样？他现在半死不活，就是死透了，我也得把他名下的股份弄到手。当初可是我冒着风险去找的药。娘，你什么都为大哥着想，连赵晚秋那女人的嫁妆也紧着他，我才是你亲儿子。你要是有你大哥一半的头你，董事长能轮到他？当年大帅见你一面便摇头，你接管什么企业？我先看上赵氏那些嫁妆铺子的，是爹把他许给了大哥。赵氏出殡时，你若肯动手弄死他，早把钱拿到手了。如今他快死了，你倒念念不忘。这不是想等他快好了，逼他把字签了才叫痛快吗？那可是京海市最赚钱的码头。一对坏蛋，脏了这地界。哎呦，娘，你打我干嘛？别抢我的账本！三爷，老太太，快退出去！二位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各干各的。多谢，在下撤了。这哪路神仙？会算命还是会捉鬼？管他是谁，收完账那两位的报应，多半也是他的手笔。痛快！小陈氏算什么？仗着是老太太的亲侄女，竟想抬成平妻。平妻？姨太，您想窄了。老爷宠她宠得跟眼珠子似的，怕是要等大太太咽气了，直接扶正呢。休想！凭他交还的那个假货宋嫣然呢？谁敢扶正？好姨太，公馆都传遍了，大太太被接走后生死不明，怕是有人不想让她回来了。老爷真是薄情，那样金才艳艳的女子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你也得跟海棠院那位学学，您就不奇怪大小姐为什么放着您不亲，总往海棠院窜。那小陈氏会收买人心罢了。姨太不觉得大小姐长得跟海棠院那位极像吗？那小陈氏入宫馆前就生养过，后来虽只生了三少爷，但那大小姐的幼稚。别提了，昨晚盯着太太，结果被赵开那黑脸保镖抓个正着。谁能想到咱们太太和宋大少竟然在自家书房玩偶遇？唉，妹妹，昨晚睡得可好？极好。大哥昨晚在书房扮木偶，可还稳当？你可知昨晚那宋坤？听到了，所以我揍了他们母子，顺便让他们在黑暗中抢账本。这种事儿，下次交给大哥。女孩子家别看那些脏东西。大哥真好，下次一定带上你。大哥，公馆再传娘回不去了。另外，你觉得小陈氏对宋嫣然真的只是讨好？小陈氏是老太太亲侄女，确实一直巴结嫣然。只是巴结？大哥，我听说小陈氏入公馆前生过孩子，你仔细想想，宋嫣然那张脸跟小陈氏是不是有5、6分像？5、6分？我以前只觉得她和庆怡像，却忘了他们是同一个爹。难道连母亲也是同一个？这是老头子提过的人，当年丢掉我的极可能是他。公馆里有这人吗？主宅绝无此人，我会查遍宋氏企业的所有工厂和码头。岳母大人在上，云深给您请安了。小婉，这人是谁？怎么随便闯进来？娘，别怕，他是顾云深，我的先生。岳母大人，这是给您带的花，希望您能心情好点。哦，是个好孩子，快坐下陪我说说话。油嘴滑舌，此人不可靠。自少帅打了电话要来探病，又要我下厨？不，请太太再显神威，给我化个垂妃的妆。你刚见过三少帅，这么骗他，不怕穿帮？就是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区别对待。我要让他这把火
烧得更有劲些。顾大少，你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？少帅有所不知，原本我家老板已经建好了，可三少帅和沈公子昨日非要登门，老板强撑着接待，结果内伤崩裂，遭了反噬啊！三哥他们也太不知轻重了。顾家为华国贡献了半个顾费，如今老板命悬一线，警备处竟连个刺客都查不出来，心寒。达叔莫急，我这就回大帅府请命，协助大哥共同查案，定给顾少一个交代。老板，您这演技炉火纯青。是我太太的妆化得好。达叔，戏开场了，看陆少白能不能分了陆少廷的权。父亲，顾云生遇袭一案，事关军政府颜面，属下请命彻查。老四太急了，我已经查到眉目。顾云生一共遭遇4次袭击，分明是被你连累的。父亲，有人谋害军政要员，我愿与大哥共同查案。老五，你那江房房屋还没修完呢，凑什么热闹？父亲，我是苦主，求父亲成全。顾云生一案由少廷主理，老三、老四协查，半月内必须水落石出。属下遵命。请星光大放店的黑市情报网办事，得多少大洋？星光大放店买凶打探样样精通，你想买谁的命？你走路怎么没声？从小腿上绑沙袋练出来的。你想找老先生？你的人查得太慢了。宋大小姐，你师父姓盛名谁？年方几何？家住何地？你有他的相片吗？从未告诉过我姓名，也没有相片。所以我的人才查得难。虽是协议领证，但我答应过老先生，奉师身家为谢礼，顾家账上的钱随你支配。顾大老板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赖账。自然。那先支个10万大洋，我去星光大饭店挂个悬赏。10万大洋？怎么，顾大老板肉疼了？去。老板，星光大饭店那地方水深火热，您就给10万大洋，也太抠搜了。你不懂，那丫头骨气傲，10万块是她的极限，给多了她反而会疑心。那以后怎么办？以后多找些巧立名别的借口，把钱输给她便是。10万大洋啊，确实挺肉疼的。谁瞎了眼，敢撞宋公馆的车？是你们突然超车加塞，倒打一耙。我当是谁？顾大少在里面，叫他出来见我。车里坐的是我家太太。那个乡下女人也配让我见？阿四，开门。阿四，咱们虽是财阀，规矩不能修，被狗咬带得讲理，别自降身价。太太说的对，这位小姐说话别喷唾沫，污了咱们太太的皮。放肆！我乃宋氏事业的大小姐，你一个商人妇敢骂我？看待问题不够通透，言行也欠妥，单说实力，你也就只上样貌可取了。二哥，你可算来了，他们欺负我！谁敢伤我宋氏事业的千金？这就是我那个从未谋面的二哥，长得文质彬彬，眼光倒是不好。二哥，是他们停车报复，我都伤成这样了，他还让我赔钱道歉。竟有此事！你是何人，敢如此嚣张？这位是顾氏商贸顾云生之妻宋诗云。宋诗云，你姓宋？不错，即便你是镇安大学的高材生，也该知道偏听则暗的道理。令妹不仅车技差，家教似乎也欠费。二哥，你听听他的话。这位太太，咱们真没见过，为什么感觉那张脸好熟悉？顾太，今日是来跳舞听曲还是？朱经理，我要上6楼谈买卖。6楼谈的是掉脑袋或翻天的生意。顾太，请随我来。二哥，你看他那狐媚样，一个正经妇人竟然往5楼百乐门这种风月场钻。5楼皆是歌舞厅，他为何去那里？朱经理，怎么到5楼了？我要去6楼的。顾太，6楼只有1个人才能去，而且得走专门公用的楼梯。您身后这2位先跟我到休息室等着吧。七娘，那顾家小娘子来了，你说她是来买命还是买消息？多嘴。 6层规矩，开口万金，事不成钱不退，没打听清楚就滚。规矩我懂，直接谈买卖。哼，钟胖子太无趣。顾太，在下青云，有何难事尽管吩咐。找这个人，他是我的亲人，可能变换了装，可能改了声音。蓬头垢面，遮了半边脸。太太，您这画的是乞丐还是流民？我知道难度大，大洋随你们开，只要能找到。定金大洋5万块。 多久能有消息？顾太，仅凭此话，我们给不了时限。若非要现吃，这生意接不了。连星光大饭店的情报网都接不了，这景海市还有谁能找得到他？嫣然，为何没叫大哥一起？
外婆前几日来公馆大闹，硬是把母亲带走了。大哥不放心，跟着去了赵公馆。外婆搬动母亲，母亲病重无法经受颠簸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哪知道，外婆那天像要吃人似的，把祖母都气病了。顾太是个明理人，暂定1年，到期若无果，扣除劳务费，余款退还。倒还挺人性化。真巧啊，顾太，是很巧。袁大小姐，上次多有得罪，既然有缘，今日这顿由我做东，算向顾太赔罪。不必，我还有要事。顾太，你我爹是初入京海交际圈，不妨交个朋友，互相有个帮衬。袁小姐，做朋友的缘分还没到，以后再说。太太，那袁小姐被拒了，居然不恼，反而若有所思。此人城府深，报复心重，以后遇见有多远躲多远。阿四，东西放车上去，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太太，您自己做西餐的手艺都绝了，还缠着羊肉膻气，这叫山外有山，高手在民间。今日军政府高层会议上，4少帅和大少帅争权，闹得不可开交。权爷，哼，大少帅想抢在老四前面查出真凶，好让顾云生欠个活命恩情，死心塌地效力。说起玉玺，就想起公路上遇到的那对丑夫妻，尤其是那个孙妇，害我从屋顶摔下来，让我撞见，非教训他不可。那对丑夫妻确实古怪，若不是长不差太多，我都要以为那是顾大老板夫妇化妆的了。大少帅要咱们造点伪证，把这杀手的帽子扣到政敌头上。快回家，这事儿得告诉顾云生。这男的背影怎么这么眼熟？那是顾云生的贴身保镖阿四。权爷，我刚才看到顾云生的保镖阿四，他跟着个漂亮太太，那太太很眼熟。什么漂亮太太？那不就是顾太？若真是那位传说中身手绝顶的顾太，咱们刚才的话怕是被听了个全。权爷，怎么办？大少帅对顾家暂无恶意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邪了门了。自从遇到那村妇丑女，我就没顺过。到底多丑，能让你魏老六留下心魔？别多生事端。你是没听到魏老六的语气，吓得跟见了鬼一样。说正经的，隔壁那帮人是大少帅派来查刺客的，听意思是要随便抓个政敌顶包。你说4少帅遇刺那晚，真是曹帮干的？4少帅灭了黑龙山码头，目录这帮人绝非草包，他们宁可寄人篱下，也要住进公馆，不为躲灾，只为近身刺杀。那不行，万一东窗事发，顾家就被牵连了。目录手里掠走了我的家传打火机，那打火机上刻着一朵奇花，来历极古。一朵花？什么样的花？顾本秘传，无人能识，拿不回它，我寝食难安。我去会会那个木林。哟，顾太亲自光临，是哪位兄弟惹您不快了？穆大当家，京海警局诡谲，有些人该不该杀，不妨等等。若是死在军阀夺权里，岂不省了你们动手？有些仇得亲手报，才对得起死去的兄弟。我不拦你报仇，但不能拉顾家陪葬。拿出来吧。拿什么？我先生的贴身打火机，开个价，我做主买回来，50万块大洋，一个铜板都不能少。那是我给兄弟们攒的养老钱，成交。顾太果然爽快。真把东西给了，俺们往哪儿躲？你们可以继续留在公馆，但我会安排你们去偏远工厂做事，避开搜捕，也有口饭吃，愿意吗？行。50万大洋本票，1万块现洋。穆大当家点收，多谢顾太。原本我们只是仗着信物赖在公馆，没想过你们的安全。生命可贵，且活且珍惜。若是改了主意，顾家在郊外的工厂随时欢迎你们去自食其力。师员请看，是金子还是铜块？沉甸甸的，样式极简。这花纹3片花瓣，这纹路竟和那晚在深山看到的军靴印一模一样。这打火机，你真的是20年前在京海市废弃洋房里捡的？太久了，记不真切。你起得好早。听阿四说，昨日你在星光大饭店遇到了袁素云。他告状倒挺快。袁素云入京海是为了择军阀少帅联姻，此女心术不正，背景复杂。你若不想与她交集，能避则避。我觉得你这话交代晚了，从救陆大小姐那天起，仇就结下来了。也罢，既然躲不过，那就顺其自然，随你心意折腾。出了事我担着。那些曹帮码头的人都走了？刚走，太乱了。妹妹，你可得看紧顾云生，别让他被那些来路不明的江湖女子勾了魂。大哥，那你可得帮我盯着他点。那是自然。娘今日精神真好。娘的女婿呢？那个姓顾的俊俏财阀老板怎么没一块来？他忙着处理公事，改日再来看您。娘，您记起来了。乖乖给的西药，娘就算苦死也得喝。药效起作用了，娘您先歇着，明日我带他来见你。子谦要是知道您好了，肯定高兴。子谦怎么不来看我？还有，嫣然是谁？子谦在镇安大学学业忙，过几日周末就来。嫣然是您闺女啊？乖乖不是叫诗吟吗？嫣然是谁？娘，嫣然是燕姨太养大的，您的女儿只叫诗吟。石云这名字好，可那燕姨太是谁公馆里的妾吗？诗云，万姨娘追根究底，
真相真的瞒得住吗？今晚外公和大舅要从侧门偷进公馆，等跟他们商量完再定。我也想看看真相能不能刺激娘彻底清醒。子谦和宋嫣然那天在大饭店是不是让你受委屈了？你要替我教训他们吗？子谦那是糊涂，他若敢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冒牌货欺负亲妹妹，我这个做大哥的手里的文明棍可不认人。大哥，外公、大舅、二舅，谁是你外公？哼！父亲，先进去看晚秋。哼！晚秋，你是父亲？好，精神好多了，长肉了，气色也好了。外公，娘才吃了几顿好饭，哪能长这么快？娘的身体在恢复，但记忆很混乱。我提过父亲宋耀庭，他竟惊恐到昏迷。他怕宋耀庭？怎么可能？他们当年可是京海市人人称羡的恩爱夫妻。妹妹，我也在场，母亲确实反应剧烈，但父亲对母亲一直情深意重，绝不会伤害她。我只是陈述事实，这就是疑点。若非受了极大的刺激，迷阳量再大也不会让他彻底疯癫。当年生产那天，一定发生了婉仪也不知道的血案。等晚秋康复，必得杀回宋氏公馆，把那窝子的乌烟瘴气查个底朝天。别等回宋公馆了，子谦昨日刚带人闯进赵公馆质问，问他娘去哪儿。滚开！今日我见不到我娘，谁都别想好过。子谦，这是你外公家，容不得你放肆。你娘随神医去外地静养，已差人给你们带了话，你还要问什么？带了话？带的是什么话？一句以离金莫挂念就想把我打发了？我娘病了那么多年，连床都下不来，怎么偏偏那什么神医一回京她就能走了？大舅，你骗得了我爹，骗不了我。你这是在说你外公和舅舅们诓骗你？你母亲是我赵家嫡亲的女儿，我们害她有什么好处？倒是你整日跟着那个冒牌货宋嫣然，你娘若知道你为了个外人来赵家闹事，岂不是更伤她的心？嫣然不是外人，她是我妹妹，赵家不认她，我认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母亲被接走治病，那为何连大哥都不见踪影？娘他到底在哪儿？够了，你大哥自有分寸。至于你母亲，她现在所在的是一处连少帅府都打听不到的私密庄园，为的就是隔绝闲杂人等的打扰。你若真孝顺，就该好好回镇医念你的书，别再被有心人当枪使。你难道就没想过，你那好妹妹宋嫣然才是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吗？他倒是孝顺，怕不是为了给宋嫣然出气去质问外公家吧？子谦太偏激了，他认定他和宋嫣然是同病相怜、被亲娘抛弃的孩子，所以对那假货掏心掏肺。这种病态的宠爱，怕是实话实说他也不信。不信就打到他信。想让娘回宋公馆，这些人总得清理干净。云丫头，得空去看看你外婆，她整日念叨你。外公放心，过2日便去。站住！看我被外公甩脸子，你很开心？是挺高兴，要不我这就去跟外公解释，咱俩是假结婚，免得你受委屈。行啊，顺便告诉岳母大人，你平时怎么欺负我？你看他是护着亲闺女，还是护着我这个乖女婿？别入戏太深，小心赔得倾家荡产。过2日回宋公馆，我以宋家真千金的身份回去，你别穿帮。你有你的计划，我有我的支持，绝不落下你。母亲不可，外面有特务要打妹妹的主意，露面会害了她。谁要抢我的乖乖？不准抢！我不说话，我不露脸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不会有人抢乖乖。顾云山，你就守着你的宝贝古董过一辈子吧，没你带路，老娘自己也认得去庄园的路。阿武，抄过去。坐稳喽，太太。这顾家新太太比顾大老板还嚣张。老板，他们去郊外了，轮胎印极深，顾家有辆车里至少坐了4人。顾太太2个壮硕女佣中邪也正常。那晚刺杀顾云生的是武少帅，刺杀老四的查不出来。那针对宋世云的黑道帮派呢？用日本短刀动作迅捷，青龙帮。暂且不理顾家，把武少帅的线索偷给大少帅，让他们狗咬狗。乖乖，会有人来抢你吗？岳母宽心，
这宅子方圆10里都是女婿的持枪警卫，谁也抢不走。乖女婿来了就好，你得护着乖乖。娘，自个儿亲儿子在跟前呢，您倒信个外人。你妹妹领了证，自然该由她先生保护，这是她的担当。在下定当甘之如饴。太太高见，那咖啡馆2层确有贵人窥视，我们赶回去时人已走了。从小徒弟那儿花高价淘换出这点茶叶，说是那贵人喝剩的。这就1点茶叶，值多少大洋？太太往大了猜，云端轻雾，这是5000块大洋。5000块买这2颗茶叶，你们是去买金矿了吧？这茶长于极寒高山，1年仅得1斤，喝一泡，通体留香，24小时不散。这是月球土吗？5000块啊！快，小梅烧水，我得品品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，舍得喝这种金子茶？喝，必须喝！小梅，注满水，咱们全院子的人都来尝尝这金子的味道。那一小锁泡一大壶，你这是暴殄天物。阿新、阿朗在。这茶香能持续1整天不散，那人喝了这茶，身上必然有味儿。回京海，带上嗅觉最灵的警犬，满大街给我搜，只要那人在京海，我就能把他从地底下刨出来。那偷窥者不仅认识你，且非敌非友，否则何必戴着宽檐礼帽，连喝茶都要避人耳目？在京海市能喝得起这种茶，还没几个人能查不到身份。太太，可惜租界和市区都禁犬，咱庄子上的警犬进不去，不然我定能带狗把它揪出来。进不去狗，就记牢这味儿。那个服务生说，这茶香能留身1整天。阿郎，以后在京海，你就是我的鼻子，属下一定死死盯着。哥，像不像你旧照片里的他？很像，但还差一点圆润。再过几天，我要让娘神采奕奕地杀回宋氏公馆，看那帮魑魅魍魉怎么收场。乖乖，你这结婚有段时间了，娘得给顾家公婆准备礼物，他们可有什么忌讳？娘，顾云深他好像只有个外公。胡说，新媳妇进门哪能失了礼数？快去打听清楚。小婉，我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？太太想起了什么？想不起来。红色的，好多的血红色。外公，如云怀疑当年诊治的林医生，所有经手的大夫恐都有意隐瞒了母亲中过致幻药的真相。啊！老夫倒要看看，谁敢在宋氏公馆这后宅里指鹿为马。若人手不够，找你2个舅舅调，哪怕翻遍京海市，也要把那鬼给揪出来。是，绝不能让妹妹在顾家没了娘家底气。这位老人家脸肿得像猪头，倒是掩不住一身江湖大亨的侠气。不错，这丫头生的灵气。臭小子，这回你眼光总算随了我。诗云见过外公。好，拿着，这是见面礼。等回了京海，外公给你们补办婚礼，登报包下百乐门，咱一样不缺。外公您误会了，我和顾云生是协议。哎呀，老头子脸疼，被海风吹聋了，听不见什么协议。老头子只认结婚证，你跨进顾家门，这辈子都是顾家人。外公，你老糊涂了，我电报里说的清楚，那是权宜之计。我只知道我孙子领证了，为了凑聘粮，我把云州的家产全装船运回来了，差点没在海上冻成冰棍儿。谁让你往回赶了谁负责？正好让你表现孝顺。再说，大帅和陆少廷都给我拍了电报，我不回来，你这小狐狸压得住那几位军阀爷？大帅插手我们的婚事了。小诗云别怕，只要老头子认，天王老子反对也没用。得，这位老祖宗是有自己的逻辑，根本解释不通。那丫头走了，我有话跟你讲。臭小子，小诗云绝顶聪明，千万别让他跑了。外公，我背负着沈家的血海深仇，岂能连累无辜之人？他签了协议，领了证，早就跟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。不如将错就错，反正你早晚要为沈顾2家传宗接代。我把身家财产都给他了，没大洋养孩子。干得漂亮！万一以后苗头不对，你被军政府枪毙了，让他带着钱跑路，也能保我重孙子丰衣足食。您这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嘿嘿嘿，少废话，这孙媳妇儿，老头子我赖定了。父亲疯了，他竟要私自定下我与警备学院长官之女的婚事，我必须立刻回京海。既然计划赶不上变化，那咱们明日便动身。母亲现在的状态，能回那虎狼窝主理门管账目吗？哥，为母则刚，我只提了一句顾家年礼丰厚，怕宋家回礼寒酸。娘现在正急着回去清点嫁妆。另外，你带回的病历我方才看了，这不只是病历，分明是供词。当年的窦医生发现了娘中毒，却被威胁不敢言。威胁他的人是谁？军需处长曹凡。他现在已是警备区副司令，与宋家素无深交，为何要在这件事上灭口？看来这宋氏公馆的水比我们想的还要深。老太太，老板，太太回来了，还带回了被拐走的真千金。混账！嫣然不就在公馆里吗？哪来的千金？祖母，父亲，我带母亲回来了。郑婷，你也跟着你娘发疯吗？大哥，我才是你的亲妹妹，你是被哪个骗子蒙了心？
父亲，你看，母亲大好了。晚秋，你真的好了。耀庭，我没疯，这就是当年被调包的乖乖，咱们的亲生女儿啊。晚秋，你莫不是被骗了？嫣然才是咱们的女儿。对，大哥，你是被这女人妖术勾引了，现在又来抢我的身份。宋老板不敢认，情有可原，毕竟养了15年的榆木突然要换回珍珠，这老脸怕是没处搁。放肆！哪里来的野种，敢在宋家撒野？是不是野种验一验便知。请西医来抽血，做 ABO 血型化验。好，老梁，拿我的名片去私立医院请孟医生。好的，老太太，外面风大，还是进屋等吧。娘，咱们进去。嫣然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大哥，你凭什么帮那个下三滥的女人？让她滚啊！嫣然，你从哪儿学来的污言秽语？丢人！亲生女儿就在眼前，她竟如此气定神闲。除非她早就知道当年的调包计。宋老板真是好定力，稳坐钓鱼台。莫非是因为您早就心知肚明？休得胡言！科学化验未明之前，你还称不上我的女儿。这种狠毒的父亲，我还不稀罕认。既然要化验，那就全家一起验。这屋里谁真谁假，显微镜之下见分晓。乖乖，别怕，娘认你。放肆！这里哪有你发号施令的份儿？赵家的孩子当然有资格发号施令。告诉你的人不用来了，我自己带了一声。老夫不请自来。这姑娘与赵太太年轻时足有70%相似，倒不必多言了。李法医，除了我，宋嫣然和那位陈姨太也要验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让他们抽血？凭她是我赵启山的亲外孙女，今日谁敢拦，便是与我赵家为敌。真相我一定要。至于这宠妾灭妻真假不分的烂公馆，认与不认，看我心情。你怎么见到外公不行礼？这就是宋家的规矩。丫头说的对，公馆这些年没个正经大太太理事，果然缺了礼数，交出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李法医，去试管和载化片，现在就验血。堂堂大老板，竟不如个小姑娘利索。宋老板是 A 型，大姑娘是 O 型，符合孟德尔遗传定律，确系父女。嫣然小姐，该你了，多抽2管。我不要，父亲，我怕疼。反应剧烈，血型为 AB 型。宋老板是 A 型，赵太太是 O 型，绝不可能生出 AB 型的女儿。表哥，嫣然真的是你的骨肉啊！一定是这法医做了手脚。陈姨太是 B 型 ，A 型父亲加 B 型母亲，正好能生出 AB 型的女儿。表哥，嫣然是咱们的女儿啊！你忘了，她肩上有和你一模一样的红胎剑。亲家公息怒，这其实是我的主意。当年赵氏难产，孩子生下来就没了气息，耀庭怕赵氏伤心过度，才把同日生产的嫣然抱了过来。是啊，我是一心为了晚秋，谁知那夭折的孩子竟没死，还活了下来。好一出偷梁换柱演成爱妻情深，若非我带着出生的记忆，真要被这母子俩骗了。没气息了，谁发现没气息的？是碧莲发现的，可惜那女护工命薄，多年前就病死了。既然真相大白，宋嫣然绝不能再以宋家的大小姐自居。凭什么？我是千金小姐，我是高高在上的宋家大小姐。大太太，嫣然做了15年大小姐，求您发发慈悲，将她记在您名下吧。霸占我女儿15年的身份，还想继续占？做梦！世云，爹会登报声明，宣告你宋氏实业千金的身份，但你已出嫁，嫣然留在公馆陪你母亲正好。我现在怀疑，当年的死根本是一场谋害。你是我女儿，谁会害你？难说，或许我碍了某些人的眼，得给那位大小姐腾地方呢。既然说妹妹是夭折被丢，那当初丢妹妹的人呢？梁管家，你那儿定有员工档案。回大少爷，15年前是有2个喝酒闹事的被赶走了，叫王大牛、王二牛是亲兄弟，巡捕房里应该有备案。那王大牛身材高大，一脸横肉，王二牛倒是瘦小些，眼睛细长。你这王二牛长得倒是周周，可我记得当年把我扔在荒地外那2人，其中一个可是满脸刀疤。老奴记错了。宋耀田，查不到就让巡捕房来查这桩调包案。岳父大人息怒，千万别报警，女婿一定彻查，给赵家一个交代。你什么时候给我家孩子登报办认亲宴？半个月后，准备妥当，在和平饭店准时办宴席。你们几个蛇鼠一窝，一直为私生女打掩护，还好我赵家有人。从今日起，宋嫣然降为公馆庶出2小姐，不可再占真千金之位。晚秋，办宴席的事还得你主管，今晚便留在公馆吧。不必了，
我要陪我的乖乖回赵家。没规矩，哪有当家太太常住娘家的？没规矩，我女儿在宋家差点被治死，带回赵公馆住几天怎么了？老太婆，再多说一句，就让牢犯伺候你吧。岳父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求给女婿留点面子。面子？你差点害死我女儿时，可曾想过面子？娘要陪着我的乖乖回家，娘不离开你。这公馆不适合休养，我的归所在顾家，在赵家，唯独不在宋氏公馆。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？一个死透的孩子，竟能从土里爬出来？莫非是脏东西上了身？哼，他懂西医有格斗术，全是背后那个老医生的造凶。你们自求多福，赵家绝不会罢休。姑母，嫣然怎么办？趁真相没闹大，赶紧把她嫁出去。还有，当年那个刀疤六，绝对不能留下活口。世云，原来真的是他们。血缘神奇，有些账我会一笔笔清算。我方才听到了，他们要杀刀疤六灭口，那人躲到了云州。云州，那是顾家的地盘。大哥，去赵公馆调人，顾家会在云州接应。记住，要在杀手刀下救活刀疤六。以前想过回金魂师吗？原以为会和老头子在深山老死，谁知救了个你，命轮就变了。我最近安稳不住手，只要不被你牵连。乌鸦嘴！安全了，你猜是谁出的手？宋老太太、宋耀庭，还是小陈氏？他们还没这么快。刚才那枪法带点恨意，却没死志。那是谁？一个刚丢了所有荣华富贵，想疯还没疯透的人。我一定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